近段时间，台湾空军战机服役年限已到，是汰除还是延寿升级，成了空军非常苦恼的事情。如今，美国军火商主动与台湾洽谈，希望能为台湾提供一款最为合适、性能优良的战机。目前，台湾负责高空高速拦截任务的是法国幻象5型战机，迄今已经服役20余年。前些年，台湾进行了现役 F-16的升级专案，并从美国采购了66架最新生产的 F-16B， 将在2年内悉数交付。因为由于受到用机案的影响，法国一度延迟出售零附件，使得幻象2005型战机的妥善率仅有50%。台湾还是担心，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该项目，因为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。如果幻象战机不能顺利提升性能，未来将难以担当大任。于是，台湾将 F-15与 F-18纳入取代方案。目前双方已经有了初步讨论，包括美国即将全面退役的 F-15CD、最新延寿的 F-152040C、F-18EF 以及最新改良的 F-18XT 都在双方讨论的名单中。F-15系列战机是最优良的高空高速拦截机种，作战半径也比较大，是台湾最主意的一款战机。但美国觉得 F-18更加适合台湾，因为 F-18与台湾自研的 IDF 战机有许多共用的零组件，并且 F-18的电子作战能力更强，具有视距外猎杀能力，可携带10枚 M120空空飞弹，只是在航程方面逊色于 F-15。目前美军计划在航母上使用2中队的 F-35B 与 FA-18的混合机队进行协同作战。如果台湾先采购 F-18系列战机，未来获得 F-35的话，同样可以协同作战。F-18系列战机起落架比较坚韧，非常适合短距起降。最后一个是 F-18系列战机的最大优势，那就是设计之初就重视控制维修成本。虽然是一款双发战斗机，但操作成本仅比单发 F-16高一点。依照以往的数据， F-16C 每小时操作成本为8000美元。F-15E 高达21000美元，而 F-18EF 的操作成本仅有1100美元。对台湾空军来说，超级大黄蜂的确是个好选择。F-18系列战机非常符合台湾需求，在各类衍生型号中，我最推荐的是 F-18XT 战机。这款波音最新升级的沉默风材是对台湾帮助最大的，意味着 F-18XT 完美弥补了 F-18系列的缺陷。提升的程度可不是一点半点，甚至可以帮助台湾对抗5代战机。近些年，波音公司在美军项目上接连失利 ，F-22与 F-35项目被洛克希德全盘拿下。B-21隐身轰炸机也由诺斯罗普负责。波音为了能继续保持在美军项目中的竞争能力，只能将目光投向现役战机。之前就搞出了一个 F-15EX， 并成功让美国国会买单。如今，波音又在 F-18的基础上推出了 F-18XT 沉默风版本。相较于美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，F-18XT 在外观改动上并不大，基本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气动布局，着重提升的方面都是 F-35比 FA-18EF 先进的地方。相较于前行大黄蜂 F-18XT 拥有2大不同，一个是加装了保型油箱。另一个就是取消了机翼上的外挂架，利用外挂式封闭武器吊舱来取代。对于21世纪的美国海军来说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舰载机航程太短，加挂外部油箱会影响舰载机武器挂载能力。选择发展舰载加油机又治标不治本，最终只能寄托于下一代空中优势，希望能来个符合要求的。但大家也清楚，要求越多，研发难度也就越高。美国海军在下一代舰载机研发上还面临着不少挑战，例如能躲避雷达侦察的新型机体结构、最新的隐身涂层、降低机体飞行热量的技术等等。另一方面，自身装备的发展也在影响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制，尤其是应推销给美国海军的 F-35C。当时美国空军已经订购了1170架 F-35A， 然而海军对这笔订单却迟迟没有决定，甚至还在当年延迟了 F-35C 战斗机的订单，转而扩大 FA-18EF 超级大黄蜂的订单。但是不买 F-35C 又觉得不给国会面子，万一以后给我穿小鞋怎么办？
所以硬着头皮订购了260架 F-35C 战斗机。为了解决美国海军这个痛点， F-18XT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航程问题。装备了保型油箱，在不明显增加航程风阻的情况下，可以显著提高 F-18XT 的航程，并且无需外挂副油箱，保证飞机外形干净。这一对保型油箱为 F-18XT 沉没风带来了3500磅的额外油量，再加上本身内有14400磅，使得 F-18XT 在挂2枚2000磅炸弹以及2枚 M120中程弹时，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增加到1350公里。超级大黄蜂在设计上其实是存在缺陷的，其翼下挂架被迫向外倾斜，呈现出外8字的布局，导致超级大黄蜂在高速飞行时的阻力大大增加。飞弹长期暴露在外，也会让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提升，而封闭式武器舱的用途就是减少外挂飞弹造成的雷达截面积。在执行需要速度的制空拦截任务时，可以进行整流，减少飞行阻力。不仅仅3、4代机能用，5代机也可以用。英国贝就为 F-35开发了机腹机炮吊舱这类的隐身吊舱。波音设计的封闭式武器舱，每一个都可以挂载4枚 AN-120中程空飞弹。用上了这东西， F-18XT 就可以摆脱机翼上的外8字挂架了。除此之外， F-18XT 还换装了更强大的 F-414发动机，这是 GE 公司的 F-404与 F-41基础上研发的，加力推力增加了24%。在近距空战包线区域， F-414能提供比 F-404高30%至40%的推力。在高空截击任务中， F-414的超音速推力也比 F-404提高了20%至30%。由于气动布局的改善， F-18XT 在加速性能与爬升性能方面，比现役超级大黄蜂提高1至2.5倍。经过波音公司的21次试飞，详细测试了保型油箱与封闭式武器舱，再加上隐身涂层的使用， F-18XT 沉没风比美军现役超级大黄蜂的隐身指标改善了50%。最优秀的还是 F-18XT 的电子作战能力。在 F-18XT 机背上装备了球形飞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，增加战机防护能力。机首下方配备了与 F-35一样的前视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，能够探测、跟踪和瞄准各种陆地、海洋和空中目标。当在被动模式下操作战斗机时，这种综合体具有巨大的优势。与雷达相比， IRST 有助于探测空中威胁，还能显著增强战机的多目标交战能力，为飞行员提供更好的远程威胁识别能力。从 IRST-21 传感器组件上获得的数据，也能与其他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进行融合，最大限度地为飞行员提供态势感知能力。而这种被动探测能力，直接针对的就是5代战机。 IRST 可以用于扫描地平线上的雷达战斗机，接收喷气式发动机释放的红外线热量，为 F-18XT 沉没风提供对抗5大战机的真正机会。另外， F-18XT 还换装了新一代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，对座舱进行了彻底改造，利用整块屏幕代替一连串的仪表，让飞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攻击标准更加准确。安装的新型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，可以让 F-18XT 与其他战机通过先进指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实现海量数据交换，并融合实时信息，用一句话代替 F-18XT 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做出的升级，都在向美军 F-35C 看齐，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 F-35C， 甚至有了取代 F-35C 的可能性。F-18XT 的飞行寿命也获得提升，此前交付美军的超级大黄蜂飞行时间大约在6000小时，而 F-18XT 飞行时间足足增加了4000小时。更长的飞行寿命，除了能为军队服役更久以外，还能减轻后勤压力。经过这次改良， F-35C 恐怕在航程、速度以及火力方面很难超越 F-18XT， 而俄制苏35更不是对手了。波音此次进行了改进，可以保证 F-18XT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潜在对手的飞机与防御系统保持优势，甚至能直面对手的5大战机，而这更是台湾需要的。相比之下，
15SE 就要逊色一些了。苏 35S 是苏27侧位战斗机家族的一个新成员，西方给它起的绰号为超级侧位，性能比苏27有了大幅度提升。苏 35S 最高时速2600千米，最大航程3600千米，最大起飞重量34.5吨，最多可携带11.5吨航空燃油，具备不凡的远程作战能力。与其他同时期的4代半战机相比，苏 35S 具有以下几个优点。第一，用途多。苏 35S 机身和机翼共有12个武器外挂点，最多可携带8吨弹药，包括挂载多枚空空导弹、空地导弹、反辐射导弹、反舰导弹以及航空炸弹等。武器种类繁多，功能齐全，能打击各种各样的目标。另外，苏 35S 战斗机采用了雪豹型无源相控阵雷达系统，在理论上可以借助自身的相控阵雷达为苏34、苏30提供雷达数据，起到部分预警机的功能。第二，机动性强。飞机的机动性主要是指飞机的垂直机动性、垂直指向能力、水平机动性、滚转性能和水平加速性能等几个方面。在垂直机动性方面，苏35采用的是 117S 发动机，该发动机是 AL31F 发动机的深度改型，最大加力推力 14.5 吨，不开加力时最大均力推力达到 8.8 吨，其发动机的推力较大，在实战中垂直机动性优势比较明显。在垂直指向型方面，苏 35S 采用了苏27侧位家族一直沿用的大边条加常规布局，有着极其优越的升力特性和迎角机动性能，再加上2台具有可转向喷口的 117S 型大推力矢量发动机，其垂直指向能力一直非常突出，能够做出高难度的眼镜蛇机动、中式机动等。在水平机动性方面，苏 35S 战斗机在气动布局上主要继承自苏 27S 战斗机，和苏 27S 战斗机气动布局相似。由于采用了能力更强的全新飞行控制系统，最大可用迎角、稳盘、顺盘性能都会有一定提升。在滚转机动方面，苏 35S 战斗机继承了苏27系列飞机大间距发动机设计，该设计使得飞机在滚转时显得非常笨重。不过在2台矢量发动机的配合下，苏 35S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滚转速率，达到270度每秒。在水平加速方面，苏 35S 使用的是 117S 发动机，该发动机继承了 AL31F 发动机加速性能好的优点，并在加速性能上有新的提升。预计苏 35S 从马赫数 1.2 加速到马赫数 1.6 所需时间仅为50多秒，水平加速性能突出。与同时期的4代半战斗机相比，以法国阵风为例，苏 35S 机动性能在垂直性能、垂直指向能力、水平加速性能方面尤为突出。在战场上，苏 35S 将在垂直机动、高空高速方面更具优势。第三，雷达性能突出。苏 35S 战斗机则采用了雪豹型无源相控阵火控雷达系统，该雷达采用 X 波段工作频率，其集中式发射机峰值功率达到20千瓦，平均功率约5000瓦，天线有效面积较大。同时它配备了轴向和横向机械扫描装置，天线搜索范围达到了正负120度，仰俯正负60度的水平。除了超大视角外， Airbus E 系统还有非常远的探测距离。同现役的多种雷达相比，它发现、跟踪和摧毁空中目标的距离最远可达400千米。对于1万米高空雷达反射截面仅3平方米的目标，其迎头截获距离至少可达到350至400千米，尾追截获距离至少为150千米。其对反射面积仅 0.01 平方米的隐身目标，探测距离为90千米。Airbus E 雷达可以在边扫描边跟踪的模式下，具有同时截获和跟踪30个目标的能力。它可以同时发射2枚半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，分别攻击2个不同的目标，并可以用8枚主动雷达制导导弹攻击8个目标，其中包括4个300千米之外甚至更远的目标。第四，可维护性好。可维护性能也是衡量战斗机性能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可维护性好意味着战斗机起落之间维护时间短，维护动作少，在同时间段内飞机的出动次数会大大增加，持续作战能力将会更强。在这方面，苏 35S 的表现不俗。在2014年珠海航展中，苏 35S 为航展表演热身，每天上午、下午都要进行2次高强度的特技动作飞行。
每次都持续几十分钟时间。在珠海航展进行的飞行表演飞机中，苏 35S 是飞行动作最难和飞行时间最长的，而苏 35S 每次结束飞行后，机务人员的工作量很少，只是加电加气加油后便走向休息室，这足以表明苏 35S 的可维护性很好。当然，苏 35S 也有其短板，在隐身设计上，苏 35S 战斗机延续了苏27的基本布局，在外观隐身方面没有大的改进，只是采用了少量隐身材料，在机身表面进行了优化设计，表面凸起和设备更少，机体更光滑。这些虽然有利于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，强化隐身性能，但总的来说，苏 35S 不能和同时期欧美的4代半机相比。俄罗斯这名王牌飞行员使用的苏 35S 战斗机是俄罗斯在苏27基础上改进的最新版本的侧位加轴战斗机之一，可以被称作是终极侧位。不但继承了苏27战斗机与生俱来的高机动和优良的飞行性能，本身的雷达航电系统以及武器系统也都经过大幅度的升级，因此空战实力相当于之前的苏27有了质的提升。也正是因此，在战斗当中，该飞行员使用苏 35S 战斗机击落了曾经以机动性能著称的米格29战斗机和苏27战斗机，甚至还包括低空飞行的米8运输直升机。最厉害的时候，他在3月17号一天就击落了2架苏27战斗机，简直就是电影当中的情节。很多网友都认为中国不应该继续装备改进版的歼15或者是歼16以及歼10等战斗机，应大力生产全新的歼20和歼35等战斗机，打造全隐身的战斗机部队。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。目前服役和问世的第5代战斗机其实也有一定的缺陷，并不完美。比如 F-22战斗机先进，但是缺乏对它的攻击能力，改进的潜力也有限。F-35虽然是多用途战斗机，但是在其隐身状态下，其弹药携带量也比较有限。而中国的歼20和歼35战斗机现阶段并没有看到使用对地攻击武器的照片或者视频，有着比较明显的空优倾向。相比之下，4代半战斗机依靠比肩第5代战斗机的雷达航电系统，外加与生俱来的弹药携带能力，作为对地攻击飞机是非常合适的。第二个原因其实更为简单，那就是地主家也没有预料。尽管目前有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使用隐身战斗机，比如挪威已经有40架左右的 F-35成为绝对的主力，但是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在世界各国空军当中的比例依旧是比较小的，甚至是4代半战斗机的比例也不大。对于5大常任理事国以及一些土豪国家来说，也无非是4代半战斗机当主力战机，隐身战机是敲门工具，剩下的装备有一些改进版的第4代战斗机，或者是比较老的战斗轰炸机等，依旧是可以维持规模或者是执行巡逻任务。使用4代半战斗机对阵中小国家的老旧战斗机，比如苏 35S 对阵苏27和米格29， F-16V 对阵早期的 F-16AB。 尽管飞机的外形变化不大，但是内部的雷达以及电子系统几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且这些新的战斗机拥有如隐身战斗机同款的先进导弹，比如歼 10C 就使用霹雳15和霹雳10，苏 35S 则是改进的 R77以及 R73。 使用这些新改进的战斗机和老旧战斗机在空战的时候，优势几乎等同于 F-22对阵这些飞机，所以这也不奇怪，俄罗斯这位飞行员可以用苏35战斗机创造12架战斗机的战果。苏 35S 本身虽然遭到国内很多所谓专家的质疑，但在代数划分上，它是货真价实的4代半战机。或许核心技术相比于其他飞机要差，但是打老旧的米格29和苏27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三，4代半和5代机都不便宜。目前4代半战机最便宜的是中国的歼 10CE， 国际报价低于5000万美元，比同类的台风阵风苏 35S 以及 F-15EX 要便宜得多。当然，这更多的是中国想要打开市场，必须降低价格。4代半尚且如此，真正的多用途先进4代机只会更贵。所以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来说，既然有着相对不错的改进能力，那就要在装备隐身机的同时，技术采购和改进4代半战机，两者搭配是最有性价比的体现。美国也是类似的发展模式，就连海军也是2种战机搭配。对于不能自研战机的国家，高性价比的4代半其实比隐身机更值得选择。苏 35S 也证明了4代半在技术和实力上是要碾压早期4代机的。选择合理的战斗机搭配，
也就可以获得优势。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